广州亿万富豪花150万买2颗罗汉松，因生意失败，100万亏损卖出，却引来官司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富豪周俊生是广州当地有名的企业家，早年在政策的红利下创业成功，名下有多家企业和工厂，身价早已破亿，跻身广州富豪榜。钱包鼓起来的周俊生和其他暴发户一样，开始买别墅、买豪车，享受奢侈的生活。周俊生在城郊买了一幢豪华别墅，别墅内的装修如同皇宫一般，极尽奢华。相应的，他还购买了一系列价格不菲的家具和具有收藏价值的艺术品。除此之外，他在庭院装饰上也是花了很多心思。为了衬托主人高雅的品味，特意托人花高价150万买了2颗罗汉松。新买来的2颗罗汉松种植在庭院左右两边，挺拔威武，身姿摇曳，让整个大别墅都尽显贵气，常常受到客人们的夸赞。周俊生对此非常自豪。然而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。周俊生的一次投资失败，使得处于事业巅峰的他受到巨大重创。他不仅清算了名下多家产业，还欠下银行高额债务。为了偿还债务，他不得不变卖个人资产，于是家里值钱的东西都拿出来卖，别墅、豪车、高档家具，甚至那些珍贵的艺术品也一起甩卖掉。听说周俊生欠债变卖家产，邻居刘先生甚是高兴，他因早前就对周俊生院子里的2颗罗汉松垂涎3尺，此时更是趁机提出以100万元低价购买。起初周俊生不同意卖出自己的宝贝，但确实又需要用钱，不得已同意刘某的请求。由于罗汉松很金贵，刘某不敢擅自搬挪，还请求周俊生找当时栽种的专业师傅来帮忙。之后周俊生找来了专业师傅，顺利的将2颗罗汉松搬挪到刘某家的庭院内，而刘某也及时支付了100万元。至此两人的交易已完成。然而没想到的是，2个多月后，刘某又找到了周俊生，恼羞成怒的要求周俊生退还100万。原来那2颗罗汉松移植过去没多久就枯萎死了。刘某认为很不吉利，觉得自己买亏了，所以向周俊生要回当初支付的100万。而周俊生则表示，刘某购买罗汉松时并没有向其保证这2颗罗汉松能活多久，况且他认为是刘某没有照顾好罗汉松才枯死的，所以坚决不退回付款。就这样两人僵持不下，不得已刘某将周俊生告上法庭，要求周俊生退还自己100万。刘某认为支付了100万是要保证树移植到家里能活，而树是周俊生卖的，也是他找人来移植的，树死了自然要找他来赔偿。而周俊生辩驳道，当时100万卖2棵树，自己还亏了50万，况且买树的时候并没有约定保证树能活。对于两人的言辞，法官认为两人具有买卖树木的关系，但并没有在合同里约定树木死亡就是违约。况且依据市场交易习惯来说，罗汉松交易的价格是不包含保证能活的承诺，故周俊生不需要负责。另外对于树的死亡，刘某不能拿出周俊生有直接过错的证明，因此法院判定周俊生无需赔偿，驳回刘某的上诉。生活中我们知道购买景观树木的风险会很高，因为土壤、阳光、水分等多种不确定因素会直接影响树木存活，而如果因为自己买的树死了就要卖树的人赔偿，那么恐怕没人敢做这样的生意了。